大数据就给我推了几个檀健次的混剪视频。本来只是想随便看看打发时间，结果看着看着就彻底停不下来了。看着屏幕里那张脸，在光影交错中展现出那种难以言喻的张力，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特别强烈的念头，我是真的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能爆火成现在的顶流了。现在网上讨论男明星，总喜欢拿着放大镜去挑剔各种硬件条件，尤其是身高，差个1-2厘米都要被拉出来讨论半天，仿佛身高就是决定一切的绝对标准，不到某个数字就自动被划入不合格的行列。可是，当你真的直面檀健次，当他的面容占据了你整个视觉焦点的时候，那些世俗的条条框框，那些关于外在条件的物理衡量，瞬间就失效了。有这张脸，身高算个什么缺点呢？真正的顶流魅力，从来都不是物理数据的简单叠加，而是灵魂棱角与顶级骨相在方寸之间，那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惊世共振。不知道你们平时看人是更看重皮相还是骨相？我个人觉得，皮相美是那种第一眼惊艳，但看久了容易腻，而且特别挑光，稍微打个顶光就显出疲态。而骨相美是那种越品越有味道，越暗的光影越能凸显其质感的。檀健次的脸就是那种极其高级、极其稀缺的骨相。你看他的面庞轮廓，那简直是他魅力宇宙得以成立的绝对核心。他的骨相呈现出一种精妙的、极具辨识度的平衡，颧骨线条特别清晰利落，位置微微偏高，但一点都不显得外扩或者嶙峋。怎么说呢？就像是经过顶级匠人精密计算后打磨出来的雕塑棱角。在光影下，这些线条强势地撑起面中的立体架构，赋予脸庞一种超越性别的冷艳支撑力。还有他的下颌骨，那个折角真的是惊心动魄，分明如刀裁，收束的极紧致，富有那种特别高级的线条感。这份轮廓最妙的地方，在于他把柔与刚、精与力完美的融于一炉。他拥有足以承载万千角色的骨量气势，却又在转折处保留了令人心折的精致与秀气。这种独特的骨相结构，就像是一块被反复打磨的稀有金属，既有冷硬的光泽，又有精微的弧度。这就让他在特写镜头下拥有了无限的故事承载力。现在影视工业里，很多演员脸很好看，但一上镜就平，这就是骨相不扛镜头。而檀健次是那种真正的电影脸，无论镜头怎么推，他的脸都能接得住。当视觉被这样一张极具表现力的面孔牢牢占据时，谁还会去丈量地平线以上的那几厘米差值呢？再细究一下他的五官，你会发现他的魅力就在于那种浓墨重彩的戏剧感与工笔细描的精巧度，在方寸间的极致共存。他的眉眼绝对是整张面容的戏眼，眉形如墨色渐起，走势凌厉却不杂乱，眉骨立体如险峰，天然为双眸框定了一片深邃疆域。眼型狭长，内眼角锐利如刃，寒芒暗藏，外眼角又如工笔悠扬延伸，线条干净而富有表现力。这双眸子在镜头下真的有一种掠夺灵魂的穿透力。我记得看他的剧，有时候他不需要台词，就只是静静地盯着镜头，眸光沉静时如深潭古玉，蕴藏着洞察世事的疏离与故事感，让你觉得他心里藏着千山万水。可一旦被角色点燃，那双眼睛瞬间就能迸发出癫狂、脆弱、妖冶或深情的万千色相。他演戏时的微表情特别抓人，嘴角的一个微小抽动，或者眼神的一个瞬间流转，都能把情绪传递得淋漓尽致。其情绪转换的精度与力度，远超皮相之美，直抵表演艺术的灵魂层面。还有他的鼻梁，堪称其面部美学的中轴脊梁，高挺笔直，山根与额际衔接如断崖垂落，鼻骨线条陡峭利落，转折处清晰如金石相击。这优越至极的鼻骨结构，是他混血感与贵气的核心来源，也是他侧颜如雕塑般完美的视觉密码。双唇线条薄而清晰，唇峰分明，自然状态下微抿，可塑性极强，既能演绎极致冷酷，亦能顷刻化为诱人深渊。不过，如果仅仅是五官精致，那充其量也就是个好看的皮囊。檀健次气质中最致命，也最成就其顶流魅力的秘钥，在于他周身弥漫的那种破碎感与掌控力的奇异共生，以及妖冶与纯真的矛盾统一。他的美，绝非安全范围内的英俊。静态时，他如一件冷冽易碎的艺术品，散发着生人勿近的疏离与精致到极致的脆弱感。然其眉眼间暗藏的锐利锋芒，唇线微起时泄露的若有若无的侵略性，又为这份易碎注入了强大的、不容置疑的内在掌控力。这种独特的气质，使得他能游刃有余地游走在极致的反差之间。他可以是深陷泥淖仍眼神清亮的少年，也可以是掌控一切却面带微笑的幕后之手，既有引人堕落的妖冶风情，又有不染尘埃的孩童纯真。
这种复杂、矛盾、充满危险吸引力的气质光谱具有强大的成瘾性。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吃这一套？因为现实生活太累、太扁平了，大家需要在虚构的故事里寻找情感的宣泄和寄托。这种充满层次感和危险气息的气质，让观众无法轻易定义它，从而产生持续的探究欲与情感投射。当一个人的面容与气质能够持续输出如此高浓度、多层次的戏剧信号与情感价值时，身高早已从硬件条件降为最微不足道的物理注脚。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聊聊那个被反复提及的身高问题。其实，现在的大环境对男明星的身高要求真的挺苛刻的，仿佛不到某个数字就自动被划入不合格的行列。但是，审美这件事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做加法啊。大家喜欢一个明星，真的是因为他有1.85米吗？不是的，大家喜欢的是他带来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那种能让人产生共鸣的情感体验。你想想，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遇到一个特别有魅力、谈吐不凡、气质出众的人，你根本不会去在意他物理上的高度，你只会被他的整体气场折服。明星也是一样的道理，在檀健次身上，魅力完成了从加法到指数级裂变的进化。他所提供的远非一张好看的脸，而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极具深度的灵魂容器与美学现象。有这张能讲述万千故事、承载复杂灵魂、引爆无尽想象的脸，所谓的身高缺点，在浩瀚的魅力宇宙面前，自然渺小如尘，不值一提。你想想，当他在舞台上或者在镜头前，那种气场全开的样子，那种眼神拉丝的张力，那种举手投足间的氛围感，谁还会去在意他物理上的高度？他的魅力高度早就突破了天际。这便是美学世界的终极法则，当核心优势足够耀眼，一切常规标尺皆可失效。所以每次看到有人还在用身高去衡量他，我都觉得挺没必要的。完全理解他为何能爆火成顶流，因为在这个浮躁的、习惯了用数据去量化一切的时代，他提供了一种极其稀缺的、直击灵魂的美学体验。他用他的脸、他的气质、他的表演，彻底改写了关于魅力的审美公式。有这张脸，身高算什么缺点呢？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赞美，更是对那种不被世俗标准所定义的、自由生长的魅力的一种致敬。希望他能一直这样走下去，用那张承载万千故事的脸，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至于那些关于身高的杂音，就让它随风去吧，毕竟在真正的魅力面前，他们连背景音都算不上。